中美高层会谈潜台词丰富，止跌企稳还有建设性这些词儿，可能意味着哪些政策调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前几天中美双方在维也纳进行了高层会谈，通过中国外交部网站我们能够看到这条重要的新闻，文字内容很简洁，核心就3段话。第一句是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我相信很多人说到坦诚一定会想到某部动画片的场景，但是这次会谈的关键并不是坦诚，而是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还有建设性这3个词。现在美国方面呢也用了建设性这个词来进行评论，并且说这是近年来中美之间谈的最有建设性的一次。双方呢到了这种级别的外交机构，说话措辞都是极其严格考究的，说明一定是在会谈中为双方下一阶段的某些工作具体协调达成了明确一致。那么第二句呢，就是王毅关于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的严正立场，后面呢就没有说美方态度了。这段话也说明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有尖锐对立，谈这个话题的时候，那想必就是动画片那种程度的坦诚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各种立法、军售活动、人员往来，其实就是前一句说的必须排除的障碍。不过即使是说过一些严厉的话，双方还是谈了10个小时，说明一方面这个问题上美国应该是没敢拿出颠覆性的观点，如果拿出来的话双方就不用谈下去了。另一方面呢，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议题需要双方认真去协调。可见中美都很清楚，两国关系如果持续螺旋式下降，引发冲突的可能性以及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最后一段话是双方还就亚太局势、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说明没有什么真的一致。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渠道。这段话意思是谈了没有多少共识，但还得接着谈，现在还不至于掀桌子。随着当前越来越多的详情披露出来，再结合其他的相关信息背景，很多研究分析人员感觉中美之间呢新一轮外交互动可能会体现出跟前一阶段不太相同的气息，甚至可能意味着中美两国都采取一些斗争策略上的调整，可能会有一个阶段性的缓和。比如为咱们全国进行全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那个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也表示了，这一轮会谈体现了4个积极信号。而美国呢现在也是发现经济发展是没法跟中国脱钩的，军事上美国也没有了以往的绝对优势，因此跟中国也必须一起进行危机管控，这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中国呢在努力经营中欧关系的同时，给美国前所未有的外交冷遇，冷的比冷战时候的苏联温度还低。所以彭博社还报道嘛，针对这个情况，拜登政府最近的态度是希望跟中国恢复全线接触，并且说要展示诚意，让中国都找不到拒绝的理由。美国政府还提出了要放松对中国出口芯片的管控。目前呢，美国倒是做了点小事儿，比如说归还了2件文物，这倒不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返还非法流出的文物了。不过这个时候专门做这么一个动作，明显是想在关键时刻给双方的外交关系增加一点点温和氛围。另外，美国大使伯恩斯还去祭奠了抗战时期打日本鬼子牺牲的美国飞行员，比如像肖特。肖特当时是波音公司职员嘛，到中国推销飞机的。其实呢，他不是战斗人员，结果看到日本飞机来轰炸，他就急了，直接起飞拦截日本轰炸机去了。第2次呢，是在苏州上空遭遇6架日本飞机，以1敌6，最后空战时牺牲的。那么伯恩斯这个祭奠可能就是2重含义，一方面体现中美双方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经并肩作战，至少打感情牌；另一方面呢，是借肖特这些人的反侵略战士身份，暗指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名为祭奠，实际上呢是舆论战的手段。所以有可能未来一个阶段里会有一些变化，考虑到中美迎头对撞的巨大杀伤力，加上两国都要把经济恢复当作首要任务，那就都需要一起喘一口气，所以会采取一些力度上相对温和一些的博弈手段，有点类似于拳击比赛各回合之间的休息。但是呢，较量跟博弈不会停止，有可能是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比如外交领域、文化领域，当然还少不了科技领域。要缓和关系不是不可以，而且中国政府也说过要止跌企稳，就是不希望对抗失控。
那么我们就要等着看一下拜登政府打算做什么有诚意的事儿。在我看来，把台湾订购的各种武器送到大陆向解放军交货，或者在科技领域彻底取消对中国的限制，那才真的是有诚意。